有点模糊，不晓得为什么。 OK 可能是好，没关系。Hello，大家好，看我模糊吗？大家大叔中中文。文好，那么本来我们大叔中文直播的时间是下午3点的时候，对不对？对，不过我们这个稍微改了一下时间，所嗯，以笨叔，我们现在时间改到什么时候？现在是现在是欧7洲时点半。间中午12点，那就是7点对，7点了。，7点。嗯，对，我们以后都是今天比较7点。晚了。对，今天比较晚，今天是7点半，晚对，上7点半。那以后是在北京时间、台湾时间的7点星期一的晚上7点，我们会进行直播。那我对，们现在星期一的直播的主题有一点改变了，这个要先告诉各位同学，我们的单元改成你问我答。对，我们是你问我，善变的大叔就是隔一没段时间错。就会有新的变化。没错，所以嗯，笨叔，我觉得我们要改这个主题的原因，是因为大叔好像比较少直接去跟学生面对面的回答他们学习中对，文的问题。每次直播都有好多同学问问题，然后我们对感觉好像有忽视掉同学的感觉。对，嗯那嗯我觉得我们这个有责任嗯来回答同学们可能是学习中文的问题，嗯可能是生活上的问题，可能是对大叔中嗯，文的一些批评与指教。我觉得我们对啊，是需要给大家一些反馈，对不对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问我们问题啦，已经开始可以哇，很多你有什么同学已经问题上来了。就问我们，对好，现在脸书加上嗯 YouTube 的观众呢，已经70几位了哦。好，欢哦，迎大家。欢迎好，我欢迎们老朋友林子来了哦，空邦，Hello 哇，林子，好，我们月莹也是老朋友了，欢迎来月自越南的莹月莹。，Hello，好，有些同学我们不嗯太会念你们的名字哦。好，嗯，你好，你好，好。你好你这位好，同学说柬埔寨是有心，六点嗯半。好好的，还有嗯这个美名吗？麦名，麦名啊，麦名 OK。 好对，好的好的好，这些嗯同学都欢迎你们啊。Steven 嗯 Steven 好像上次看嗯到你。啊。好，这个马上有同这个学有学生很问题了。快啊，很快。刚说可以好吧，提问，这个就已经写好了。跃跃欲试，对不对？是对，念跃跃欲试好，嗯那这位同学嗯，呢，来笨叔，我们来念一下他的问题好了。对我昨天考 HSK5、HSKK 第一部分的哎故事我都听不懂，不知道怎嗯，么办。我感觉我的对。听力一点儿进步都没有。哎，写的中文还嗯，蛮通顺的这中文对句子写的啊，不错。啊，那这个 所以到底是 HSKK。HSK 哪一级？你是想问 HSK5还是 HSKK 呢？我觉得对 HSKK 是嗯，口语耶，对啊，是对不对？口语口语考试，所以跟口语听力没有什么关中级，系吧？中级我还是知道了，因高级？为第一部分是附送题，就嗯他会先念一个段落，一个故嗯事，然后同学们要去附送，把这个段落嗯的大概意思再讲出来，所以不晓得怎么办。嗯所以虽然是口语，但是他在附送的部分他听不懂。对所以他考的是那个 HSKK 的，K K 高级口语的部分。的部分。好，对，对HSK 4跟5级嗯考的 HSKK 是口语考试嗯的高级口语嗯考试，所以这个部嗯分的第一大题呢是附送题，也就是你嗯会先听一段故事，然嗯后呢我们考生必须要把这个嗯，大意附送出来。对，诶，灿叔来了灿叔好。声音听得到吧？我是刚刚麦克风的问题，有听得到，没问题。有清楚吗？还清楚行，还清楚，可以还行，挺还清楚的。可以的。哦嗯好的好的。那这个部分，变叔你有什么建议嗯吗？啊，我的建议，听后复述嘛。复述的话，就对，是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就是主要是，比如说这个
这个里边的故事里边的这个人物是谁，对吧？人物，对对，然后听一下这个他们的关系是什么，你可以没错，通过这段话，然后感觉一下这个故事的它的主人是谁，然后他们在哪里，然后这个情境、这个语境是什么，是要做什么事情，对吧？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比如可能这个听力说，刘先生和儿子去火车站，那你就知道那可能他们在火车站可能会遇到关于时间的问题啊，所以你通过这个语境来知道可能后面会出现哪一些信息。那在火车站可能他们要迟到，或者是他们这个觉得时间还够，虽然时间很紧张，但是来得及。还有情况就是比如说说某一个学生要毕业了，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可能会讨论找工作的事情，所以就要通过每一句话你去来预测一下这个故事，然后看这个最后出现的故事跟你想的是不是一样的就不要听了之后就忘了这个信息，每一句话可能你听不懂全部的，但是你要听懂那个关键的词，地点、时间和人物然后做什么。一般这个 HSKK 里边就会说完这个语境之后，就会告诉你这个问题是什么，那你复述的时候把问题解决了就好。对，好，那背书的技巧就是各位同学去听清楚上下文的语境因为你不要傻傻的就一直听。其实呢，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每一段短文或故事，它都有相关的人事时地物，所以各位同学在听的时候，注意听人是谁，事情是什么事情，时间、地点，然后他们可能有一些物品，比如说拿着水果，或者是吃着什么东西，或者是注意这个短文里面的关系、动作或情绪等等。那如果讲的是一个事件，那要注意这个事件的原因、过程、结果。所以听短文要想一想这些细节，不是这样直接听就好了所以这个听后复述是有一些解题技巧的所以他昨天听的题很难，是摸鱼，我看一万说所以以为讲的是摸鱼的，摸鱼是摸鱼的故事，那也确实很难，我们也不会谈摸鱼，对吧？生活中。我觉得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这位 Suder 同学，我们建议你多做一些 HSKK 的那个就是它的模拟题，真题，对，多做一些真题因为目前市面上针对 HSKK 的真题非常多，所以呢，你多做一些真题，你会比较有一些经验做起来会去分析一下，对，分析一下那个听力的内容，然后你先看一看它到底听力内容是什么，然后你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人事时地物，把这5个方面总结一下就好了。或者是如果是一个事件，你要知道他刚刚念的原因、过程、结果是什么对，好，所以这个希望你们可以这个试试看，多做真题是很重要的对对，这个让我想起一个问题，就是那天我这个视频下面有个同学留言，他说中文里头不是很多词汇它的声音是一样的嘛，但意思是不一样，同音异义字、同音异义词很多，所以他有时候他们听力的时候老会搞混，就纯听的话老会搞混。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中文学习者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怎么区分他们？就背书或查书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是还是要听语境那他说摸鱼，那刚才那个伊万说2个词嘛，一个是摸鱼，一个是摸鱼，对吧？这个区别就是声调不同。那摸鱼肯定是工作中了，他不工作，然后他上班的时候他喜欢玩电脑，喜欢这个玩游戏，这个就是在上班的时候摸鱼。那我们知道他这肯定，但是你说今天晚上吃什么？晚上我想吃摸鱼，那肯定就不是那个摸鱼，不是办公室的那个摸鱼，所以要看那个整个的语境，看你的上下文是什么，然后你就可以准确的判断出来。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最主要还是听力的能力可能还没有练到
比较高水平的程度，我觉得这些同学还是要多多的听母语者说话因为其实母语者说话是有一定的节奏感，你不只是要了解上下文，你还要去熟悉说中文的这个节奏感比如说你可以多听听大叔中文，但是我认为一开始不要先看字幕你先裸听一遍，不要看字幕的听一遍，看你能够掌握几成。我觉得同样一个材料你不是囫囵吞枣就听一遍就好了，你应该要同一个听力材料，你可以练习到4遍5遍去熟悉它，然后不只了解它的内容，你还要去我们说 shadowing 对不对？我们去复诵，跟着这个母语者的节奏还有他的音调跟着他念一次。所以这个我跟灿叔曾经聊到这个 shadowing 的部分，就是影子跟读法，我觉得这个对于你在复诵的过程，对于听力还有对于中文的这个熟悉感有很大的帮助。我个人蛮赞成用影子跟读法的，不只是对中文，我觉得对英文的效果也很好，各种语言的效果都很好。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很多同学他有一个落差感他可能学课本之类，他学到 HSK5 了，但是他的听力水平其实可能只有2和3，他可能自己学很快，自学很快，然后他发现为什么 HSK5 的东西我听不懂，或者按道理比如说大叔中文可能有些也 HSK5 我也听不懂呀，怎么回事？就是可能他的听力基础像查出说打得不扎实，他很多还是其实区分不出来这个区别。对，我觉得这个很多同学你们普遍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你们的中文水平还不错，但是你们的还不错是阅读还不错，但是你们很多时候听力跟口说并没有跟上来听力跟口语是没有跟上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各位同学要特别加强的部分。所以我看到有同学问说这个哪一些平台可以学习说中文？好，这个两位大叔有没有什么建议？因为很多同学知道我的中文口语真的很差，听力也不大好，那到底哪些平台可以说中文，甚至找到中文的母语者，然后跟他们练习？这个就是看收费还是免费的吧，就2种。好，我们先讲免费的好了。免费有没有什么方式或途径可以免费的找到母语者，或者是学习说中文？有一个那个 Hello Talk 是不错的一个就是在 Hello Talk 里边，它当然有付费的地方，但是如果你也有免费的功能。免费的功能的话，比如说你可以加入到一个语音聊天室如果你可以听一些母语者他们在台上，然后他们聊天，如果你想加入他们，你可以点一下那个麦克风，然后你就可以加入他们，因为这个是他看不见你的脸的，他只能看到你来自哪个国家，所以如果你觉得他们看不见你，可能你会更自在，就是压力小一点，不会太紧张，这样的话不错。然后当然你跟一个人聊得比较好了以后，可能你可以加他为好友，然后你们私下再聊一聊，特别是如果你们有共同爱好、共同兴趣，他也想找一个语伴的话，也可以。而且 Hello Talk 很好的一点就是你聊天的时候，他可以改你的那个发的信息的语法。对那个另一个人可以帮你改一改对，好 ，Hello Talk 我个人也很推荐，因为我很多学生在用，然后他们有些是做语言交换，然后上面也很容易找到中文的母语者跟他们聊天好，那么有时候也有直播。Hello Talk 对，里边有时候也不只是中文了，你要想学别的语言，或者你想教别人你的语言的话，你也可以在那儿对。好，有人问一下，老师请问一下他们是哪国？你是说这2个吗？是我们2个是吧？他们是中国人，灿叔是泰国人，灿叔是泰国的，我是泰国的。对，好，那这个对啊，我们都是中文母语者所以这个欢迎我们每个星期一都会上来跟大家聊一聊学习中文的问题好，那么我们跟同学们打一下招呼好了哇，好多讯息看不完怎么办？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欢迎欢迎你们啊！不会说不会写，听你写不会啊？我看你写的很好啊。好，对，做比较多真题啊，很有效果啊。建议要考 HSK 或 HSKK 的同学，你们多做一些真题。现在不只是做啊，你要分析那个文字，它听力第一题到底文本是什么？对，分析一下。对，这个Ben叔说到一个重点，就是你不只要做真题，每一种题型都有它的解题技巧还有它的这个很快怎么样可以作答。有的阅读题目你可以先看它的阅读题，再回去看原文，速度会比较快。每一种题型的解题技巧不同，所以你一定要想出自己的方式来回答问题会比较快一点。对，林子也是建议买一些真题或模拟题就可以了。好，林子说我们是外星人，外星人 aliens。好，这位同学说今天参加直播，下个月3号，很多同学下个月3号要考 HSK 了对，加油，那就祝你们考试顺利啊。柬埔寨有送水节，就是柬埔寨的过年吗？现在吗？不是现在吧，应该是明年去了好像是明年了送水啊？为什么送水？给谁送水？送给谁？是不是叫送干节？我也忘记了好像柬埔寨缅甸都有点像泼水节，差不多类似。对，泼水差不多的意思。这个是泰国的吧？柬埔寨也有是吗？好像也有，他们叫送干节吧？好像叫送干节。正好我们有来自泰国的灿叔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节日。灿叔对泰国很久了，都忘记了。灿叔离开泰国可能有50几年了。上辈子来投胎了已经。对，然后越南的同学说，一边在学校学汉语，一边看理查老师的直播课，帮助很大。帮助很大啦，不是有帮助很多好，宋平，我们的老朋友宋平，欢迎你小鲜肉。好，听跟写比较好要这个说大家的大概都是说的问题比较大，建议大家用 Hello Talk。然后这个以前我们访问过这个谁，威廉对不对？大致对，大致还有这个威廉他们用的方式他们还有用 Anki 这个软件我觉得也建议这个推荐给大家。不过我个人觉得 Anki 还是有一点小问题了好 Anki。然后还有就是对，我还建议大家就找一些就是比如那个汉语角啊，看你的城市有没有，可能你找那个 Meetup 里边有没有这种汉语角的活动，或者有很多在线的汉语角，比如大叔中文每周日的小鲜肉聚会，害我吓到字都打错了。汉语图是什么？我们会这个就是每个参加我们小鲜肉聚会的会员都会得到这个发言的机会，就是大家来的时候不用担心我会不会没有说话的机会，我们会保证每个人都会有2到3轮发言的时间，对吧？对，我们有一些地方有很多中文学习的爱好者，可能是外国人，可能是母语者，他们会聚集在一起，然后可能在一个咖啡店或者一个地方进行中文的练习与讨论阅读等等这种地方我们就叫汉语角就是大家可以讨论怎么学习中文所以可能在你们的城市里面也有像汉语角这样的一种学习的活动或团体。我觉得大家如果要学习中文的口说或听力，要积极的去参加这些活动。如果你觉得在家里对，可以去找你们那个大学的那种语言系的那个学院，一般他们可能有一个那种叫什么宣传板上面可能会贴一些有一些学生会说想要找语伴或者是有一个汉语角或者英语角我觉得可以去碰碰运气吧。对，如果你真的想要把中文学好的话，千万不要在家里用阅读的方式读中文，因为如果你只用这种方式，你的口语跟听力的进步会非常缓慢。所以特别建议你们一定要多跟母语者接触，因为我觉得学习语言，特别听力跟口说的部分，其实不只是学习，你还要去接触对方的文化，你要了解中华文化。
你要了解我们的习俗，就我们的节庆传统，你才真正的在学习中文。所以各位同学不要把学中文当成是一种考试而已把它当作是了解中国的一个途径跟方法。对，好哇，林子在 Hello Talk 上面很忙，因为林子是日本人嘛所以他有很多日本的这个学习者跟他可能做语言交换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的语言也是比如说英语或者是德语、法语这种西班牙语这种比较多人学习的语言的话，你可以找一些语伴去交换语言去交换语言。好，OK 这个 Duolingo 对不对？也很多人用，对，也很多人用。但 Duolingo 它没有那个这个语言交换的，没有语，对，它好像只有测验。初学者学那个词汇什么的。对 ，Duolingo 的发音也是机器的是吗？对，机器音，对不对？对，不是很。我觉得建议初学者还可以。我看到一条消息。好，这个 Anki 先跟大家讲一下Anki 当然很好用，不过我觉得 Anki 里面有很多英式中文，所以对，所以里面有一些中文的句子不够地道，所以我觉得你们要用 Anki 现成的语库是吗？有些人因为有的人会把自己打的句子输进去，可是那个句子不是我们母语者会用的，所以各位同学在用 Anki 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最好你身边有一个母语者帮你看一下你正在学的句子对不对。我常常看到很多中文学习者用 Anki， 结果他学的很努力，可是都是错误的句子所以我建议你们还是要多跟母语者交流，因为 Anki 里面很多句子不够地道真的不够。Anki 它可以用来记的，你自己总结的一些东西可以用来记诵，或者是你有一些真的很地道的句子，你自己输进去自己建立一个 list然后自己学习会比较好一点。那个可以挺好用。对，好，来自莫桑比克的同学，欢迎你非洲的朋友。好，我们这个我们信息太多了，我看得眼花缭乱。你看美丽说了句什么？看一下。继续。美丽，我看。Ben 老师好帅美丽每次都忽略了我，每次都忽略了我跟灿叔了。对，每次都两个老男人有什么好说的？真是眼里只能看到 Ben 老师而已。淋浴时什么意思？洗澡的时候吗？洗澡的时候听我们洗澡的时候要做淋浴吧，提高听力。对淋浴蛮正式的用法，对不对？洗澡的时候也要听我们的课哇，很感谢你好，来，我们有一位新同学的问题来了来，那个灿叔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我通过 HSK 3级了，不过还不会说中文，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谢老师。好，这位同学看他的打字就知道他应该这个读跟写还可以，对不对阅读跟写还可以，听力跟口语好像比较不行。好，这个部分我们来Ben叔，你有没有什么意见？你教学经验的丰富因为 HSK 还有很多教材他们就是在设计他们的内容的时候，就是可能故意的要把一些语法点放在那个对话里边，就导致了那个对话并不是很接近就是一个母语者说话的感觉所以就是建议这位同学还是找一些比较这个更自然一些的真实的语料来进行练习然后尽量去有那种看一些交际式的那种互动性强的对话的这种场景式的内容，对，或一些生存中文，我觉得那个都蛮实用的。好，而且呢，我觉得看了那么多学生的问题，我觉得两位大叔，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大部分的同学都是用比较保守的方法在学中文。大家不好意思去接触母语者，大家不好意思去认识母语者。我觉得很多同学都宁可在家里翻教科书背一背，他就觉得自己的中文会变得很好了。所以我们常常发现很多HSK 4跟5甚至6
这种水平的同学，他的口语其实并不好，说的不够流利，所以我觉得大多数的同学都忽略了一点，你真的要多跟母语者接触。母语者说的中文跟教科书上的真的差很多，差非常多。我们用的用语词汇跟实际上你们课本学到的差很多。对，一定要，我是觉得要听最日常的这种对话呀，这种就像大树中文这种很自然的这种语言材料，你才能真正接触到母语者是怎么说，怎么去运用这些语言，然后怎么去表达一些观点等等。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要听力和口语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你只有听力好的，你输入足够多，你脑子里有很多东西存在这里头，你才能说出来。你不然的话，可能听力你只听了一点点，你希望自己说很多，说不出来的，因为没有这么多东西可以说的。对，所以我觉得各位同学，你千万要勇敢一点，学语言绝对要勇敢，一定要找母语者跟他交流，去了解怎么使用这门语言。对，也可以考虑找一个，因为母语者有时候可能说的时候就说的太快啊，或者是那个词汇不会控制啊，可能就是找一个老师的话，就是虽然是也是母语者，虽然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这个老师会做到一个帮你控制一下，就是在聊的时候他可能知道哪些词你肯定理解不了，他会做一个筛选，简单的，对，还是地道的中文，但是会简单一些，对，所以变叔的意思就是请大家去这个 iTalki 订他的课，订他的课，不是订我的课，现在没时间了，没时间了，不要再订了，已经满了。但是有很多平台，比如 iTalki、Verbling 啊这样的平台都有很多老师。其实有我们在 Instagram 上面或者是在一些社群媒体，有非常多优秀的中文老师可以帮助你们。不过当然这个必须要花一些钱。对，我们采访过很多中文老师，所以你们觉得哪一个老师就是聊的东西，或者是他的那个感兴趣的东西跟你一样，对，适合你的水平的，你们可以去找这些汉语老师，跟他们练习口语，他们也会用比较系统化的方式教你怎么说话。找一个性别跟你一样的最好。对，你可以模仿，比如说你是女生，结果你找灿叔。然后你以后声音就会你就声音就我有很多男生的学生，这个说话就是音高特别高，就是本来他们找到女老师了，对，他自己的声音是低，说自己的母语，但是说中文的时候感觉就是音高有点过了，就建议最好还是找同性别的。对，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因为各位同学，你是男生，你最好找男老师上课，你可以模仿他的腔调，他的发音，还有他不同的用语那女生有女生的用词，那如果你是女生，最好找一位女老师跟他一起对话，模仿他的声调，还有他说话的方式，我觉得会好一点。另外也希望你们找老师的时候他的发音会比较正确的，有的老师他的这个乡音很重，口音，还有的女老师可能会为了让学生听得懂，会夸张一点。你今天怎么样？你今天怎么样对，就那男同学的话，要是也这么说，就会很奇怪。因为我们这个中国人比较含蓄，不会那个戏剧性的表情或声调那么多，所以各位同学也不要去模仿那种表情太夸张的。我们一般讲话是不会这样子的你看我们三个的音域就比较窄，就差不多这样对，没有那么夸张这样子。对，我们不会说变数，我们不会那么夸张。所以各位同学，你们要学的是自然的中文不是那种演戏夸张、戏剧化的那种好哇，怎么办？我们已经看不完了耶其实说实话，我是觉得和今天主题很相关的，我就觉得听力绝对有时候甚至比说话都重要。你只有很多很多大量听力之后，你才能慢慢形成这种中文到底应该是怎么说，这个节奏啊等等，你才能形成这样，才能慢慢的说出来。你要是听的比较少，咋了？
东北林子说东北大哥中文真的听不懂。这中间那个就是东北大哥，怎么样？哎呀，老妹儿，你说的这什么？这干啥啊？不是对，那台湾的中文可能我现在是很努力的讲标准了，台湾的中文可能大家也听不太懂。南方的口音你也听不懂嘞，很难听。对，这个有人听得出我的口音是台湾人嘛？啊。对，好，那这个我们这个讲到听力问题哦，是像灿叔说的，听力是一个很重要的输入那很多同学忽略了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学中文，如果你要加强你的听力，你要增进你的中文听力，我觉得首先你可以找一些适合你程度的材料，第一点，再稍难一点点。你的水平的听力材料再难一点点然后反复练习，我认为至少要3次，听到你觉得你懂里面的意思之后甚至你可以听到可以把它复诵出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要找的材料不能太难，你是 HSK 1级的结果你去听大叔中文肯定听不懂那也听不懂了太难了所以你一定要找你水平再难一点点就好了然后第二个重点，请大家找的听力材料是你有兴趣的比如说你特别喜欢中国的电视剧，那种爱情剧，你好喜欢那就请你多看这些爱情剧的这个电视剧或电影。但是就是你最好一个一个场景的看，不要觉得太感兴趣了，你就从头看到尾就看故事了，就没有去认真的听对，可能这个场景你多看几次。对，不过我是觉得说这个，如果各位同学没有 HSK 考试的压力的话，把它当做一个兴趣也就可以，也没关系本来学习语言就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你如果都听得懂，然后你把它都看完了，我觉得对你也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好处我觉得也不错。但是各位同学还是看这集你真的都明白了再看下一集，我觉得不然的话容易我有时候会就是太想知道后面发生什么就看完了看完之后就不想再回来再看了，就你自己把那个悬念稍微的留给自己，就反复的看吸收好了再看下一集，就一个奖励嘛，我终于完成这集了，所有的内容我都明白了，那我看下一集就是对我的奖励这样。对，然后我觉得看电视剧还有一个看电视剧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了解中国的文化还有现在真的我们在用的词汇是什么因为现在的电视剧用的当然是我们现在流行的词汇你不会学到像教科书里面比较生硬或比较严肃比较少用的词汇在电视剧上一般都是我们说话会用到的词汇所以特别建议你们去找一些电视剧有兴趣的题材然后来增进你的听力好，我们看看大家说什么吧，好像大家留好多言你们有问题也继续告诉我们问我们学习语法的时候觉得很难，越学越难，太感谢。好，这个同学讲的是语法的问题我想问两位大叔，你们觉得中文语法到底要不要去学？到底我们该不该学中文语法呢？我觉得应该最基本的肯定要学的，但是你不要太细的去抠吧，不要走火入魔不要走火入魔。就是你要知道这个语法是为了达到什么样的这个交流的目的，你学这个语法你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以用到这个语法，而不是说我所有的句子都要按这个语法来说，那可能你在应用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场景这个情况就不可以用这个，比如把字句你就不可以这么用所以对，就是不只是学那个结构，还要学这个语用是什么，在怎么用这个语法。这个我觉得语法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语法是万用的，什么句子都适用我举个例子，我们说热死了对不对对，然后比如说有人说温暖死了对，温暖死了好，我们说凉死了凉死了或者是便宜死了就听起来会有一点奇怪，虽然死了在中文老师都会教你们是 extremely 非常非常的意思，但是
很多老师不会教你的是有些情况可以用，有些情况不可以用，但是哪些情况可以用，哪些情况不可以用，这个又很复杂。所以各位同学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语法只是一个辅助，但是不要太过度的迷信文法。那学习文法，我觉得是你身边真的没有中国人可以跟你交流的时候，文法当然是一定要学习。如果你身边都是母语者陪着你，我倒觉得语法这个东西不用很刻意去学习，因为你可以从跟母语者交流的过程中自然学到一些语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看你的环境。如果你有很多母语者在身边，我倒觉得你不要太刻意的去学习一些语法。好，对，好的，没问题。好，那么还有就是我觉得大家找老师的时候也可以用语法来判断是不是一个好的老师。如果这个老师上来就说今天我们学把字句，那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好老师。如果这个老师说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个菜谱怎么做菜，那这个老师就是我觉得是不错的老师，因为他在讲菜谱怎么做菜的时候，他要教你说你要把这个大块我把盐巴放进去，我把盐放在上面，它就会就是更实用一些了，不让用你去注意在把，注意在你对为什么要用这个把字句，这个可能会用一些生活的实例。对，而且我觉得中文本身它的语法相对于这种印欧语系的语言，它本来就简单，它没有那么多变形啊什么的，对吧？对，所以我们不需要记那么多东西，更多还是生活中的实用性的问题。对，因为就算你有些顺序放错了，也是中国人很容易理解，没有那么多问题。对。而且这个我是觉得说中文相对的语法比较松散一点，没有那么严格的规定，所以你用错了，其实我们大多数都可以理解，反而声调用错了，我倒觉得会有一些问题。所以相对于语法，我倒觉得声调反而是各位更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你声调说错了，我们更容易误会。所以这个我认为声调还是重于语法。好的，好，那秀珍同学问说，3位老师晚上好，我也不太懂语法。对，秀珍就是用自然的学习法他不去学语法的，他觉得念起来很自然就好了。对，这也是一个很好，也是很好的方法。我觉得，其实我们母语者，但是就是你这么学的时候，突然遇到这个问题，你可以想为什么他在这儿用这个语法，可以思考一下，对，就不需要特意去为了这个语法学这个语法再去用，就对大胆的去用吧，我觉得，对，就主要人们有时候有个误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比如说，哎呀，我先背个5000个单词，然后或者说我把这所有能找语法我先背完，我就了解了，我的中文我就可以了。就是这其实是一种走捷径的方式。我觉得所有的语言你都需要一点点去积累最实用的那些表达等等，不管是通过这种看视频或者看书，都是这样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你有时候太注重去学语法，就是想走捷径，我是觉得。但可以像笨书那种方法，就是我真的遇到一个我很难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去查一下看，这样的话其实有助于自己理解，这样是比较好的方式。对，那当然，如果各位同学能够找到经验丰富的汉语老师，能够协助你，那是更好的。这个老师可能可以解答你对一些近义词的问题，解答一些你不懂的词语该怎么使用，或者这个语法是属于哪一类的。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找到适合你的汉语老师，那跟着他学习，当然你的中文也会进步很多。找不到就带着你的问题来周一的直播课。对找不到的话，或者是觉得你没有那么多钱请专业的中文老师，欢迎大家星期一的晚上7点，我们这个大叔中文这个新单元叫你问我答就是只要你问问题了，我们有发现你的题目了，我们就会尽量的，我们的答案不一定是完美的但是提供你们做个参考。这个你们对没有问题也过来跟我们 say 个 hi 啊，说个对打个招呼啊都可以。好，有人说他的方式是多看多听多抄写理查老师的课，这个方式非常好，这个是好方法，好学生好，林子说周围的母语者都很温柔，
没有人批评他的声调。林子，你中文说的很好啊。我们那天见面，茶叔见过林子呀，林子。对，我见过林子了啊。这个是肯定没有人上来就批评你，对吧？大家对，我觉得只要你愿意学习中文，母语者都用比较开放的心态来希望你把中文学起来对，好的，有同学说，各位同学各位老师晚上好。小张又来了，对，我记得他的名字。对，小张对，上回见过。他是小张啊好，小张好。小张。好，那各位同学，如果你希望我们3位中文老师，3位大叔多多认识你的话，各位同学你们要怎么做？第一个做法，星期一晚上7点台湾时间、北京时间准时来上我们的这个你问我答这个课直播课那第二个方法就是你们可以到大叔中文、大叔 Mandarin 去看我们的视频，或者是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叔中文里面都有很多很丰富很好的材料让你们学习中文所以你的中文水平如果是在可能 HSK 3级以上，我觉得大叔中文就可以的内容就可以试试看对，好，希望中文想说的跟老师一样好。好，要多努力哦。加油加油加油干巴爹一定可以的。好，我们怎么变成了鼓励大家的一个节目了呢？励志性的节目好，那么因为问题实在太多了没有办法一一回复那谢谢大家的参加。对的感谢不了了。好那这个好，这个美味是什么？美味系偶一系同学问说你们住在哪个城市Ben叔住在西安不是错了吧？灿叔住在西安Ben叔住在这个巴塞罗那，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然后我住在台北大叔里面有繁体字吗？前46集有繁体字，我们有繁体字的 PDF， 如果加入我们那个小什么肉小会员第1级会员小鲜肉我们带那个 CC 字幕是可以自动翻译 CC 字幕你可以改成繁体字对好的，那最后呢就是鼓励大家来加入大叔中文的会员那你们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找那个大叔 Mandarin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你们可以在上面那个有没有看到那个大叔 Mandarin 好 OK 好，那么成语当然各位同学有机会也可以多接触了不过我认为从日常生活中慢慢去学习就可以了，不用太刻意去学习，不用学所有的成语，就学不用，因为学常用的就好了常用的。我看底下有个同学说西班牙离泰国东北部不太远，应该不会吧？不可能挺远的吧？好，这秀珍同学秀珍同学这个东北部不太远好，没关系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按时看理查老师的直播课。对，每天都有哦。对，每天都有今天一会儿就又直播了吧？对好，那么今天谢谢各位同学来加入我们的直播。今天是有你问我答的第1集，如果你喜欢这样的直播类型，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老师我还要，下一次我还要或者你觉得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你解答的，什么问题都可以留言，我们会把这些题目收集起来，然后下一期节目呢再解答对可以把问题写在这一期节目的下方。对记得给我们点赞有机会听这个是那个啦，华语检定好，这个有机会我再分析一下华语检定台湾那边的台湾的华语检定。好 OK 没问题，谢谢各位同学，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了好，我们跟大家有什么问题下期再和我们说对，下期再告诉我们好，大家再见喽，拜拜，再见喽，拜拜，好。